股票从高位下跌以后，出现一根巨量阴线，次日又出现了一根缩量的阳线，此时你会买入吗？经过思考，放量下跌后出现缩量，这个现象说明抛售高潮结束，止跌企稳，进入到底部，于是果断买入。随后呢，股价却继续下跌，结果是抄底抄到了半山腰。那来再看这个位置，又出现了一根巨量阴线，此时你还会买吗？经过上次的教训后不敢了，还是先看看吧。结果呢，就错过了大涨的机会。同样都是放量阴线后的止跌阳线，为什么一个涨一个却不涨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哲。上个视频我们讲过成交量放量下跌和缩量下跌的内在逻辑，那么今天给大家再分享一个成交量下跌放量的抄底方案，巨量阴抄底术。这个方法既能让你买得低，又能让你买在加速启动点。观看视频的朋友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哦。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，股价下跌什么时候可能会见底呢？在股价下跌过程中，唯有放量下跌才有可能是见底前兆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巨量阴线，这根巨量阴线要比前一根成交量大3倍以上，这个动作说明在这一天有大量人在参与交易。那你想啊，此时正是股价下跌的过程，正常人都是争先恐后卖出筹码，所以大概率就是散户在这里抛售了。而成交量的构成，除了需要有人卖出，也需要有人买进，才能筹码成交。那又是谁在下跌中买入呢？大概率是市场中的聪明钱，在下跌途中逢低吸筹了。我们要明白一个底是怎么来的，是散户割肉割出来的。多头不死，空头不止，巨量下跌只是第一步。我们通过什么动作可以进一步去判断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后续股价又开始调整，那调整到什么位置可以确认是底部？注意看，以这根巨量阴线为标准，后期只要是成交量缩小到这根巨量阴线1/3的下方，那么此时相对应的交易情绪就会变得特别低迷。这是市场再一次的测试，恰恰就是这个现象告诉你底部来了，但是此时还不能买，因为我们说了，我们要买在加速启动点。如果简单以止跌作为买入，你大概率要面对的是盘整或者是再次探底。那股价什么时候会加速呢？需要找到一根有效放量的阳线，这一根阳线是一根成交量比昨天放大30%以上的放量阳线，说明资金再次低位异动的阳线。只要后续股价收盘在异动阳线最高价格之上，就是我们的买入信号了。接下来阿哲用2个实际案例来做演示，让你更好去理解这个方案。最后也会告诉你实战中你要注意的2个重要事项。首先，巨量抄底一般用在明显的下跌趋势中，你可以特别容易识别到这是一根下跌巨量大阴线。当你这时候去买呢，就很容易买到半山腰上了，因为市场在放量下跌后往往会进入2次测试阶段，找到缩量1/3的 K 线，说明测试结果是成功的。而当再出现一根有效的放量阳线后，说明我们要开始关注交易时机了。第二天股价就站上了放量阳线高点，构成了可靠的低位交易。通过后续的行情，你可以发现这确实是底部区域的形成，关键的异动阳线提供给我们一个不错的交易区域。当然了，如果后续关键 K 线出现有效跌破交易区域，也希望你不要迟疑放弃本次的底部交易机会，因为市场很有可能会再一次调整。为什么大部分放量下跌你不能随便进场交易，很容易买在半山腰上？比如这也是一次巨量下跌阴线，止跌买入也只是反弹而已，一不小心就要深套了。首先找到缩量1/3的测试 K 线，而后再寻找有效放量的异动阳线，你会发现其实没有出现交易信号啊，所以这笔交易你大可放弃。最后再做2点提醒，在巨量抄底术中，
关键的交易信号是对测试 K 线后移动阳线的识别。比如本次下跌测试后，连续出现了2根放量阳线，你觉得 A 和 B 谁可以作为移动阳线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哲，看你是否掌握。其次一点是，巨量抄底数只能应对一部分的底部行情，不是万金油方案。所以你有时候也会遇到巨量下跌后没有测试行为，直接启动上涨的个股。这种时候多出现在上涨回调的深度调整中，而且经常是 V 型反转行情。关键在于巨量下跌后短期是否有明显且强势的反转信号出现。这就是阿哲今天分享的放量下跌抄底方案了。阿哲频道首页还有许多关于成交量的基础教学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订阅阿哲频道后进行系统学习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，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。